这个歌呢不能唱得很重，一定要轻盈的去唱。如果你完全模仿莫文蔚那种唱法的话，你就会吃亏，因为陆离的声音不是莫文蔚那种很重的那种声音，所以你一定要拿到一首歌，一定要想想自己在这个歌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你知道很多歌手拿到歌。有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呀，那个原唱唱的太好了，我很喜欢他那个感觉，但他自己的声音跟原唱又差很远，他就不知道自己该唱这个歌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呢，你一定要在自己去唱这个歌的时候，首先把你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列出来，在这个歌里面。比如我是陆离的话，我会想，哦，你看我跟这个谁莫文蔚的差别是什么？他唱歌比较有悠荡，比较荡漾，他的声音其实是比较野的，他的那个声音整个的跨度。那 OK，陆离，我不是这种声音。那我的优点是什么？我的是音色好听，然后我没有他那么唱的荡漾，可能我现在还有点死板，那怎么办 ？OK，第一我不要唱原调，我要减调，这个想法是对的。因为你要找对你自己的调才是最漂亮的，不是说你硬撑着非得唱这个调，因为这个调是给莫文蔚定的，不是给你陆离定的。那么你拿到一首歌的时候，首先定调很重要，对吧？好了，调定好了。想到是减一呢还是减二呢？就是说到底减到什么程度？我们先有了一个减调的想法，这是第一步的 set up。紧接着呢，就看这个歌哦，你在这个歌里面的优势，他唱的情感是怎么样的？是一个显得很成熟，像一个过来人的。那我就要问我自己了，陆离，我问我自己，诶，我有这么成熟的感受吗？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是什么样的？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为什么我喜欢这首歌？为什么这首歌打动我？我唱的时候想表达什么样的心情？哎，你要好几个问题列出来啊，列出来之后，你带着这种你想干什么的心情再去唱这首歌，明白吗？啊，好，我们现在来唱啊，我来听听你。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悄然，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好，面就是这样了啊。我先跟你说一下，我把你的有问题的字先列出来了啊。那这世界有那么多人，这个等一下吧。那么多的人，那个那字有点紧，刚才人字也是。你看你的那，反正我给你拷在这儿了，你所以下课以后你可以，它不会消失的，你可以再拷下去啊。你看你的那是这样的，你的嘴型是这样，你先看着我。你是那还有人往回缩啊，然后呢还有这个眼睛，我迷蒙的眼睛，那个地方眼睛里长，紧张了啊，眼睛不要紧张，其实不要紧张啊。还有包括晨昏啊，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
也比较紧张。对对，然后唱的好听的是灰树叶唱的好听，因为我把我的认为好听的也跟你说出来，你自己再看录像啊。灰树叶我觉得很好，然后看飞机是因为它的2个字之间的这个跳跃感，它的跨度很大。看飞机，看飞机，你们看飞机，你可以把飞机处理成弱音去唱，比如说你看哈，比如说那个我记不清莫文蔚是怎么唱的，也许他是声音出来的，看飞机就是整个声音是提出去的，但是如果你要唱全部声音出来吃亏呀，因为你一唱就会显得暴露你自己的短处，在这个时候呢，你要让别人尽量感受到你的长处，你可以把它做成虚的假音去唱，看飞机就比较轻轻的表达出来就行，你不要看飞机很紧张哈。还晚风中中字中，你中还是有点往下，山过，你看你的过字有一个这个音啊，你的过是这样的，过不要把自己你唱过的时候，它明明是要嘴型要大一点要圆一点，但是你想象着我就不大我就不圆，我要像一条线一样唱出来，所以就这个意思啊，我不是让你故意做作，就是说你想把这个字唱得好，音高唱得对的话，这个过是一定要唱成一根针一条线的啊。光中也是，远光中，你是中，你刚才的整个的点很大，发声点中啊。走来也是，走来矮有一个爱的音调，走来往上走，你来这样啊。然后我最后给你提了个问题，你可以接受自己的低音吗？你所有唱整首歌的低音，我觉得特别好像低不下去了已经。OK， 我告诉你啊，你应该接受你的低音，所以这为什么我问你这个问题，就是有时候吧，你唱的好听，你不知道怎么好听；你唱的难听，你也不知道怎么难听。让我来给你解释一下，你觉得难受是难受在哪里？因为你可能从来不会认为说你对唱歌的没有一个那种概念，你们好多人唱歌都觉得说一定要清清楚楚的、很顺的交代出来这个上下的音就舒服了。但是你知道，不是所有的歌都给你这样的，让你抓住这样的 timing 去唱。有一些歌真的是从头到尾那个字儿都特舒服，音高音低什么都舒服。有些歌啊，那个歌写的特别的，我叫称之为可恶，就是上下来回跨度很大，然后呢低又低不到，再没的地儿低了，你知道吗？高，问题是上面还特高，所以这个音你说，比如说上面也很高，你要多降一点，它没法降掉，因为呢再降真的是下不去了。现在减了半个音，已经就是下面就低的不行了。但是我为什么说你刚才那个低音唱的好呢？你回头再看自己的录像，因为你那个低音呢就像轻轻的，因为你低不下来，你不能用正常的声音唱出来，你反而用一种很轻的那种气声，有一种叫什么，就是半有声音又没有声音的状态出来的。虽然你自己觉得特难受特别扭，但是呢在我们听歌的人的时候，其实我想听那个音是这样子的。自己听都已经听不见了，感觉。但是你待会儿看你的录像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听不见，你绝对第一是听见的，第二你会发现，哎，原来我这么唱这几个低音在里面声音还挺温暖的哦。OK， 好的。我要这个感觉，等你觉得你听清楚了，坏了。等你听清楚了，我就不喜欢了，明白吗？我就觉得你的声音啊太紧张，然后太大声了，所以这跟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就像你观察自己是第一人称观察自己，我呢是用第三者的角度来观察你。哎，我看到的你的美是你平时看不到的。当然有时候我们每个人对自己有一个主观的审美，无论是声音还是感受。那么你对自己觉得，哎，我这样是最美的，但是同时你也会忽略了别人，就是只有别人才能看得到你的美和不美的地方。那我刚才看到那个声音，我为什么特意问你，你可以接受自己的低音吗？我就想想，你唱到了，你是不是自己还糊里糊涂的不知道，对吧？我就要问你，果真你就告诉我说，我觉得那儿不是很那个，哎呀，那我就喜欢要这个声音，所以拜托你，下次难受的时候你要很舒服的难受，懂我说的意思吗？就是下次等你舒服的难受的时候，你就不难受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你接受了自己说，哦，我这个地方可以这么唱，然后那个时候呢，你的情绪在放松，你在投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啊，理所当然是这么唱了。你就不难受了，是因为现在你根本就不 confirm，你不确定，所以你才会难受。
懂吗？所以你现在这个里面字就是这些啊，后面来来回回都是这些词儿了啊，先不管了啊。好的，来，一下到你了，你唱的是啥调？你告诉我。我也是减一。你这个字是练齐吧？齐力的齐吧？哎呀，天哪！对，是的。认字不认字，先认半个字儿。我经常会把人家的不是名字读错，很多古诗词我都能读错。没有，这个字确实很少。没有，因为有时候他台湾音和大陆音发的不一样，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看蔡琴唱那些歌，同样写的字，他就读的是齐力，但是有的老歌的时候，这个字他读的是宜力，又读的不是齐，所以我就有时候发不出来，就不准。还有我知道有一次一个李白的诗，那个字明明是念节，但是呢，我给他唱的是搓，然后我唱错了，那个字是应该是另外一个字，哎呀，简直是丢死人了，反正是，不过也没关系啊。没事，只要把音唱对就行了，学习。来吧啊，也是减一啊，好。这个调你们定的都很好啊，陆离定的调定的也很好。首先你要学会给自己定调啊，千万不能，再说一遍，千万不能执着原唱的调，因为那是他，不是你啊。你得搞清楚你需要什么，你不需要什么。好。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心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向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月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好，我来分析一下啊，我先就借着陆离刚才的那个话再谈哈。我刚才给唱的时候，旗下唱的时候我写了一个不错，前面那段音的不错不是代表你的音所有的音很稳，你唱出来的不错是我觉得你对这个歌一进来的那个你的情绪和你的力量特别的好，可是在唱的时候会有点不稳呢，这个没关系，因为你还没有掌握。那这个不错是哪里呢？陆离你在听哈，你刚才觉得你的低音你接受不了，你觉得不舒服，旗下就在你前面唱的时候，这个感觉一直是在你唱低音的那种状态在唱，你知道吗？所以我好像知道。你先说，陆离你先说。就高音的部分也是那种感觉是吗？不是，我先说前面低音的部分，就是一进来的时候，你听到你看哈，你去听到旗下唱的时候，是不是前面低音的时候，它是很松弛的一种在讲故事的那个状态？如果给观众你想让听到人家松弛的感觉，就是你自己在唱低音的那个你不舒服感受，是用那样的状态唱出来的。OK，
所以呢，你自己，但是当你自己不知道的时候，你就认为声音出不来，你听不见自己的声音。那么旗下唱的时候，自己有没有感觉也是好像听见听不见那种感觉？对，对，我第二段的时候想改，但是唱出来这个感觉特别好，所以你也要看录像去。第一段的这个部分唱的特别好，感觉特别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当那个很放松的感觉唱完了之后，接高音的时候难度特别大，因为如果你前面的声音稍微紧张一点点，稍微那个什么一点点的话，你唱高音的时候会能够拽得住那个声带闭合，你前面唱的比较放松，那个突然之间那么高的时候就有点难度了，知道吧？所以现在我给你画了这几个字是这样的，首先我肯定你一进来的时候，在这个歌的感觉里唱的特别放松。那因为陆离之前没有跟旗下在一起上课，你不知道旗下的情况，旗下的情况也是声音很紧张的，你们俩是同样的毛病，就是声音他也是比较愿意，旗下也是比较愿意用声音唱出来那样子的歌，是我不断的帮他调整，让他去放松放松这样子的，所以你们有相同的问题，但你们俩的好处是唱歌感觉都很好，很自然。我现在发过来啊，你看晨昏那个地方也是照样紧张。灰树叶你和陆离刚好相反，灰树叶陆离唱的好听，你的灰树叶唱的有点紧张。第一，你的紧张为什么呢？我觉得是因为你想改，就是你前面唱到那个放松的时候，你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好听，你就想稍微用一点力或者是调整一下那个感觉的时候，反而没那个东西了。其实我想要一直你在沉浸在那个感觉当中，去唱。那然后怎么办呢？到了你看看飞机那个地方也是哈，都会有点紧张，然后闪过的过字也是，然后走来的来字也是紧张。那怎么办哈？我建议你看咱们不是有2段嘛，对不对？2段走哈。你第一段呢，你要给别人感觉诉说的感觉，我建议你到后面的时候也用这种若听要听不到的感觉，就是稍微虚一点的感觉去唱那个高音去嫁接，懂我说的意思吗？因为你用实的感觉去嫁接的时候，前面虚后面实，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困难，就在这个发声的技术方面。所以呢，你不如就是前面虚着的时候，后面也给它稍微虚一点点去用，就像以前我们练那个那个含着气声的那个高音往上滑。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有太大的突兀的感觉了，这个高音，懂我说的意思吗 ？OK， 那然后呢，唱完这个之后呢，到了2段以后，我们现在还没有唱到2段，到了2段的时候呢，然后这世界有那么多人，那个时候在唱的时候，你稍微比第一段的那个若有若无的感觉再给一点点力量，又不能太大哦，太大什么？太大就锁死了，太大呢，那个声音就锁死了，那个字咬得太死，很难听。就是比你现在的若有若无的感觉再稍微紧凑那么一丢丢，然后呢，在那个一丢丢的感觉的时候，因为你的前面的声带闭合已经比你第一段的时候要好了很多，强了很多，然后你再接高音的时候，你可以稍微再推一下，但那个高音也不能推得太厉害，因为你知道这个歌蛮高的，那个高音其实它就像一个点一样，就是让你嘟一下，一个点就够了。千万不能够说大面积的过这种来这样的，千万不要干这个事儿。就是因为你听到你不能被那个谁的声音莫文蔚的迷惑，他一出去你觉得他的声音面积很大呀，什么那个面积很大，他本身声音就是那种声音很死壮很野的那种声音，所以他就一唱上去就是那样的。可是问题是你们2个人的声音都不是那种，你们一定要靠着那个点丢上去，先把那个音上去，这是你们俩唯一在这个歌里面能做的。你看我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发另外一个歌唱班的同学给你们唱的这首歌，有发给你俩都听吧，另外一个同学唱的，他唱的声音面积就是比较宽，他的声音是因为本身就很宽，因为他唱的歌齐豫的歌多，你们了解齐豫的歌吗？都是声音比较那种很宽啊很高啊，齐豫的很多歌就齐秦的姐姐嘛，他唱很多什么飞鸟和鱼啊，什么橄榄树啊，橄榄树你了解吗？旗下是那种声音，所以他是那种声音，你在听他唱那个世界有那么多人，他是唱出了这种效果，因为他是擅长唱齐豫的歌的，所以才给了这个效果。但陆离和旗下的你们俩的声音很接近，你们俩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你们俩的音色有些地方很接近，就唱得很干净的时候，声音有一些比较接近的点，就是听起来都是走那种比较时尚的年轻人的那种风格，不是很老的那种风格，所以你们俩的点比较近，那么你唱的时候绝对不能够这样唱，哇就很吃亏，所以你一定要自己想那一个点像一个小钉子一样，嘟嘟，像发飞镖一样的咕咕就上去就够了，你就跑了，那就是你自己能做到在这个歌里面做到的，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很多歌你知道原唱唱出来是一个感觉，但是翻唱的那个人完全颠覆了那个原唱的感觉，因为你是根据他的那个改变的，所以你不能够完全在他的那个里面唱，要不然你会很吃亏。反正回头你们两个人各自看录像的时候，我现在这么点评了，然后你们再看自己的录像，再对，再想想琢磨一下，你们就会更深刻，是这个意思啊。好，现在呢陆离再来一遍，还是第一段，我们今天还是做第一段，先不要往第二段强的地方弄啊，还就是弱的地方弄。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进来的时候还是会有点紧张，就像模仿一下旗下刚才唱的时候一直是放松的状态，到后面高音的时候你也是要死不活的吊着那种气去唱它，看能完成多少算多少，明白吗？试试看啊，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OK， 好，停一下，你的这世界3个字唱得很好，但是哪里还是可以再修正一下。你看你的是，我把歌词翻出来啊，你的是那么多人什么？对，你这世界有的很好，然后你又想强调那个那么多人，这个时候已经中了，你不知道，你那么多人也要像这世界那种力量，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你不要，你看着我的表情，你是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你在这个地方去加这个力量的时候，让听起来很奇怪，就因为我刚刚在沉浸在你的这世界的那种正在温暖的时候，你突然给我来了个那么多人，就让我觉得有点，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啊 ，OK， 再来，再从头。这世界有那么多人，漂亮。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就这样啊，不错。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为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向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花雨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逝中旋转，已不见了吗？月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好，停一下啊，好，这几个问题啊，我先给你发过来啊。好，你看哈，你的我先不说那个后面高音，那个是完全声带闭合没有好了，我先说前面，从前面分析，门字还需要再弱，就是哒滴哒，我有个我们，等一下啊，那个第一，你看我们第一次做的时候，人群里有一扇门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处理的还 OK， 但是到了多幸运，我有个我们，你还是比较想强调听清楚那个字，反而没有那个意境了，还要弱。
晨昏，哒哒哒哒晨昏就是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呢，有抖音，但是呢，你练的方向是对的。我为什么说你方向是对的？你为什么会抖？因为你在虚着唱的时候，你控制不了你的声音，所以它才会抖。懂我说的吗？因为你比较虚弱唱的时候，你知道，同样的音高，声音越用力，越有力量，越大声越好唱。越小声越轻越不好唱，所以那个时候你会抖。但是我说你的方向是对的，只是你需要在这个地方不断 repeat， 让你的在那个虚的状态下也能够保证唱对哈。还有看飞机，看飞机那个飞机那个地方哈，你还是你的飞机那个地方唱的对，可是呢还是有一点点紧张，还是有点紧张。然后到后面的高音我再说，晚风那些是这样的啊。再怎么样，你的高音这个部分的这个声带闭合也要达到你像你说话的这种感觉。你刚才完全是你放弃了声带闭合，高音的部分再轻也要像那个闭合也要闭合上。你刚才是松开了，所以它出不来声音。你为什么发不出声音呢？高音快出不来声音了，就是说你再弱也要像那个声带也要闭合上才行，才会有声音。你的原因是声带闭合的问题。所以那个不知道它有没有闭合好。所以呢，你就检查，比如说在家里练的时候，你可以这么练。当你声音发不出来的时候，你就先停下来，然后呢，你先读那一句歌词，读一下。读完的时候呢，就是你最好的一个声带闭合。但是读的时候，拜托你不要使劲大声的读，就是以你最轻的、最温暖的声音去读。哎，读完了再去用那个感觉去唱，你就看看闭合有没有像那样的闭合那样的感觉。OK， 明白我说的东西吗？好，那个旗下的问题是高音部分需要小鸡嘴唱吗？当然，如果你能加进去的话，你能加进去那个感觉的话会更好一些，就是比较那种能够拽得住那个字，会更漂亮一些。但是你现在做起来会显得嘴型有点做作，可是你能够抓住那个点啊。可能现在陆里还不知道他说的小鸡的嘴是怎么样的，那旗下来唱一下吧，来，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好，停一下 ，OK， 你不是唱的不好，我给你停，是因为我觉得有必要这再讲一下。刚才旗下听来说唱的很好，你听到没？他唱完的时候，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他有一口吸气，你还能听见这个呼吸，好听的。你知道，我先讲一讲以前传统的呼吸哈，以前的老师教课也好，还是以前对流行歌曲的审美也好，一旦听到你这样呼吸，他就觉得是不能要的，就觉得说你的呼吸不能让别人听到。这个是审美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流移呢，现在的人对流行歌曲的审美不一样了，不像以前的人们认为所有的呼吸都应该隐蔽起来。你看你去听邓丽君那个时代的歌，邓丽君的呼吸无论怎么样你根本听不到她在哪里换气，很少听到，或者是很微弱的一点点。那个时候对歌手的要求气息很严格，就是说觉得如果能被听到或被什么的话，这就是显得你的这个技术层面上会有点就是没有那么扎实。但是我刚才说旗下这样吸的时候，而且那个呼吸声音很大，这样为什么还能接受呢？因为这个时候现在流行歌的审美，它把很多的呼吸已经变成了情感的一部分，做到歌里面就很好听。但是又不是说吸的时候说，也不是这种，就是好像很自然的有一种张力的呼吸，让那个人能听清楚，但是他又不讨厌，又忽然变成了情绪的一部分。这是现代流行歌曲的一个审美方式。这种方式用的最多的、最厉害、最擅长的，也是让我们最接受、最漂亮的歌手，就是单依纯。单依纯把所有的唱歌里面听她的呼吸是很大的那个声音，你可以听得到她的换气声，但是你不会烦，你会觉得哇，听起来还很好听，让你听起来很舒服，因为她把换气声已经化作她的歌里的那个情绪的一部分，打包给你了，不是让你单独听到她这样子呼吸，已经不是这种感觉了。对，所以刚才我觉得这个部分很重要，所以我就要停一下，因为不知道有没有人有疑问，就是有些特别年纪大点的歌手就会说，哇，这个声音这个呼吸太大了，他就会认为是这样子。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唱歌是一点都不让吸的，我们原来是唱完以后就是你顶多就轻轻的鼻子吸一点气，慢歌特别鼻子吸气多，快歌的话偶尔会有你口型呼吸，但基本上都不可以听到的，不可以听到呼吸。
我就讲一下啊，你不要 follow 那个东西，就是现在太多元化了，太不一样的东西了，不要强迫自己，自然状态 OK。 来，旗下再来。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星辰。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许愿响，光阴的长廊，脚步声悄然，灯一亮，无人的空堂。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的飞驰中旋转，你不见了吗？月光中走了，你已身行了。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可以了，后面是这样，先说一下好的地方，就是迷蒙的那个蒙要稍微稳定一些，在前面第一段的时候啊，这边的高音唱的会更好一些。因为那个刚才那个录里那个旗下他在问的时候，他问那个小鸡的嘟嘴的那感觉，就是他在唱歌的时候念这个字的时候特别小心，用这个有点这样的口型，就是我之前说的，你要把字吐在用那个嘴皮子把这个字吐出来的那个感觉。所以我有这样子就是要求他我就现在你就自己在唱的时候，你都好像意念往这个嘴皮子前面发一发，这个感觉就稳定了很多。只是你还需要一点点时间，不断的 repeat 的练习的时候，你的声音才能够稳定，知道吧？旗下就说你在做的时候，你现在需要多练，这个方向是对的，练多一点就比较稳定了，稳定的话声音听起来就好了。然后我跟你讲这个歌要很小心，这个歌的空间感很大，就是说我是说它那个跨度很大。再一个呢，很小心的意思就是说它稍微有一点点你不到位，这歌马上那个字就会有瑕疵，在这首歌里面是这样的。有些歌你知道吗，你要练得好一些的话，相对来说稳定基数比较高，但是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这首歌特别的可恶，我觉得是我接触的很多的歌曲里面我觉得比较挺可恶的一首歌，就是你歌手的状态要全方位的OK 才行。你要是今天哪一点点不行都不行。如果你今天说你今天没有睡好，休息不好，哎呀嗓子状态不好不行，再怎么练也练不出来，因为那个他要求的那个技能还是蛮高的。有一些歌呢，你只要平时练技术练的稳定的状态，基本上一送就能够给，哪怕你那天觉也没睡好，嗓子状态也不太好都行。但这个歌要求蛮高的，因为你想听到那个好的效果，就是真的你的声音的音色呀，各方面整个人休息的状态，包括你用力的状态，包括你咬字的状态，都要在那个点上，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缺一点点马上听起来就会有点瑕疵，知道我说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歌比较难伺候。对。